2026年上半年累计营收直接炸出4.65兆台币，年增率高达35%。老实说，市场一开始真的还在犹豫，这到底会不会又是一次传统消费电子的短期爆发？毕竟这数字实在太惊人了，光是前7个月就超越了去年3季的总和耶。不过数字背后，我们看到的其实是结构性的永久改变，这绝对不是短期的烟火，而是鸿海事业板块发生了根本性的质变。我们直接切入这4.65兆背后的数学与战略逻辑吧。我们仔细来拆解这4.65兆。你看，2026年7月单月营收达到9465亿，年增54.19%。这不仅仅是历史新高而已哦，它更是首度突破单月9000亿大关。这直接证明了驱动营收的引擎已经从过去极度依赖周期性的消费智能产品，实质转移到持续放量的高单价基础设施上了。而且你仔细看他们现在的运作架构，真的超级强韧。底层是遍布全球24个国家，多达241个厂区的 Local for Local， 也就是在地化生产。没错，而中层呢，则是将核心制程，像是 CNC 跟 SMT 的自动化率直接拉高到将近100% 的极致工业制造。最顶层则是引导整个集团转型的3+3+3战略，这3层架构就是他们能够无缝接轨 AI 跟 EV 庞大订单的最核心护城河。第一部分 AI 机柜与前沿技术，鸿海是怎么从代工跨足到 AI 平台供应商的？这就让我非常好奇了。云端网络产品现在到底是怎么超车消费智能产品的？除了一般的组装代工，鸿海在次世代的前沿技术上究竟拉开了多大的领先差距？其实关键就在于自制率。你看 AI 伺服器营收占比已经从2023年的 22% 一路狂飙到今年第2季的 51% 了，目前全球市占率已经达到 40%， 而且正剑指 50% 的目标。更重要的是，在最关键的液冷系统、电源管理这些高附加价值环节，像是 CDU 冷却分配单元啦、Cold Plate 水冷板这类的核心散热零件，它们的零组件自制率已经超过 50%。这 50% 的自制率，再加上 800G 以上交换机营收的倍增，在利润结构上已经将鸿海跟纯组装代工厂画出了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这还不是最夸张的哦，他们在 CPU 全光交换机上研发出了 34.312T 超大容量发射器，而且第3季就要如期量产出货了。再加上他们跟 NVIDIA 深度合作的 Omniverse 实体 AI， 第2季其实就已经在美洲工厂规模化部署人形跟协作机器人了。甚至在太空网通第2代低轨卫星珍珠号也成功验证了难度超高的 K-Line 频段星际链路，这商业化落地的速度，说真的根本是降维打击呀。第2部分，财务质变与 AI 工厂，带你解开营业利益爆发的密码。既然技术护城河这么深，那我们就必须来直球对决第2季的财报了。市场上还是有很多人死盯着毛利率的百分比不放，这到底有没有搞错重点呢？正如我们在5月特辑中特别提醒大家的，如果还在纠结那 6.18% 左右的毛利率，就真的是完全迷失方向了。这新财报彻底印证了我们说的营业利益爆发这个数学密码。因为高单价的 AI 伺服器采用 Buy and Sell 模式，导致营收分母急速膨胀，表面上看稀释了毛利率的百分比，但大家请看绝对金额，第2季单季营业利益高达948亿，年增 68%， 直接创下历史单季新高，而且营业费用仅仅年增 5%， 这展现的就是极致的营运杠杆，让上8年的 OPM 逆势来到了 3.67%。这股强大的现金流更是惊人哦！上半年 EPS 缴出 7.84 元的同期新高。为了高雄亚湾 GB300 超串中心跟全球扩厂，2026全年资本支出可是上修了超过 30%。不过，因为 EBITDA 年增 52%， 高达2277亿，再加上极致的44天营运周转天数，财务长不仅霸气承诺绝不办理现金增资，竟然还能维持连续7年配息率超过 50% 的股东回报。这就是 AI Factory 平台化所带来的底气啊！听完鸿海是如何透过 AI 伺服器与垂直整合达成营业利益大爆发的实质质变之后，接下来我们要直接挑战最硬核的难题。全球电动车大打价格战，
鸿海的 EV 布局到底能不能如期迎来获利转折，又能不能挺过关税与税率的极端压力测试？最后还要为大家试算2026到2028年的本益比合理估值区间。所以不管你有没有赚到这一波，不管这份深度解析对你有没有帮助，请先帮我订阅按赞哦，这样才不会错过每次可以搞懂公司在干嘛的专题探讨。第三部分，2026电动车获利转折，无视鸿海的垂直整个底细。我们上次有特别分析过鸿华先进亏损17亿的状况，当时我们就大胆预测2026年会是转折点。现在到了下半年，全球 EV 市场简直杀成一片红海，鸿海的 CDMS 委托设计制造服务模式到底有没有如期迎来翻转？时机证明了一切啦 ，Model B 已经在第一季顺利量产，北美版的 Caveira 也已经在7月开始交付了。最关键的是，他们成功拿下了日本三神汽车的合作案，准备进军纽澳市场。这可是通过了全球最挑剔的日本车厂验证啊！还有高雄桥头的电巴厂也将在年底量产，交车的动能完全没有因为价格战而停滞。能够完全无视价格战的底气，其实是来自于三电生态系的绝对壁垒。电池、电机、电控的垂直整合已经开花结果了。他们自研的800伏特碳化硒功率模组，还有车用微处理器 Xmotive M3 都已经完成车规认证并进入量产阶段。高雄核发电池厂也进入了电芯量产。这种从上游半导体到下游整车的全链条自制能力，就是竞争对手完全无法复制的降维打击。第四部分，极端压力测试与防御，4大风险下的营运韧劲。好，技术跟产能都有了，那我们就来点刺激的。面对现在诡谲的总体经济跟地缘政治风险，我们必须对鸿海进行极端压力测试，他们真的防御得住吗？防疫力的最佳证明，其实就是承诺的兑现。我们就用画面上这个象征信用的硬件来严格检视他们第一季的承诺。AI 伺服器占比破 50% 达标 ，CPU 交换机第3季量产达标 ，Vera Rubin 机柜进度不仅准备好，甚至超前到第4季就可以出货。而最关键的营业利率大于 3%， 不仅达标，更强势来到 3.67%。这种说到做到的执行力，就是最好的防御。面对4大极端风险，他们的防线可说是非常严密。高单价伺服器会占用大量资金吗？他们灵活切换成 consignment 寄售模式来保全资本。地缘政治与关税壁垒呢？全球241个 BOL 在地化厂区足以随时调配产能避开关税。至于全球最低税负制 Pillar 2 所带来的冲击，他们也坦诚有效税率将会升到 24% 到 26%， 但是营业利益高达 60% 的惊人成长，早就远远超车并且完全吸收了税负增加的压力。第5部分，价值重构与本益比，反映 AI 系统整合巨头的真实价值。既然营收、获利、护城河全方位升级了，那最核心的问题就来了。过去3年，鸿海的本益比平均落在 13.25 倍，而目前的前瞻 PE 大概只有11到12倍左右。现在这个股价真的有合理反映它转型后的真实价值吗？我们就让数据来说话。根据 FactSet 最新22位分析师的共识预估，这绝对是一场阶梯式的获利爆发。2026年预估 EPS 来到 18.22 元，2027年将达 22.40 元，到了2028年更预期会一路攀升到 28.14 元。如果我们直接套用历史的 PE 区间来测算，2026年的目标价中位数其实已经大幅上修到 340.79 元了。也就是说，市场现在正在经历一场非常巨大的价值重构。以前大家可能把它当成是只有10倍本益比的低毛利组装厂，但是现在随着 AI 营收占比过半，还有超过 50% 的零组件自制率，它必须被市场重新定价，成为享有15到20倍本益比的 AI 系统整合巨头。这个实质的质变真的提供了极大的向上修复空间。所以，当高雄亚湾的 GB300 超算中心开始向全球输出主权 AI 统包方案，当鸿海在新平台强势拿下 50% 的垄断性市占，我们不禁要问，鸿海在这场主权 AI 的军备竞赛中，是不是正在重新定义台湾科技产业在世界版图上的绝对天花板？这场质变才刚刚开始而已，下一季的财报绝对值得我们持续紧盯。